5年婚约已到期，赶紧把5000万结了，老子要回村养老。这 A4 纸太轻了，配不上5000万的庄重感，换80克的道林纸重打。啊，大姐，离个婚跟纸的重量有半毛钱关系啊？你是不是想赖账？怎么，你有意见？想拿钱走人就按我的规矩来，不然这5000万的尾款，你大可以不要。你敢赖账是吧？老子这5年给你和你女儿当牛做马，这5000万是我的血汗钱。血汗钱，当年是谁看见5000万，按手印比谁都快？放屁！自从老子6年前喝断片儿，被不知名的人占了便宜，毁了清白后，本来就不相信爱情了。要不是真缺钱，我会愿意给你演5年假老公。女流氓，那是你定力太差。哼，想拿尾款就去买纸，否则免谈。买，我这就去买。苏总，您稍等，我保证给你买全城最重的纸。忍住，杨狗，你必须忍住。干完这票，就能回村包下整个村的鱼塘了。为了5000万，我忍。你是不是要跟妈妈离婚？你不要你血浓于水的小年稿了吗？少给我加戏！什么血印于水？5年前，你是你妈从孤儿院领养的，我是你妈从劳务市场花钱雇来的。咱俩之间只有纯粹的商业平单关系，连半根毛的血缘关系都没有。别想用感情牌道德绑架我，耽误我赚5000万，老子买纸去了。苗苗，看着你爸，绝对不能让他跑了。事成之后，你所有的限量版卡片，妈妈全包了。保证完成任务。老板，要全城最重最尊贵的80克道林纸，打印5000万的离婚协议。苏总，全城最贵最重的80克道林纸，庄重的向您呈上，赶紧签字结账。纸不错，但今天不能签。又怎么了？纸换了，字儿打了，全部到了。难道你舍不得我？舍不得你得加钱啊。今天水星逆行，火星冲木星，大凶，不宜签约，更不能签你这5000万的离婚协议。啥？水星逆行？你100亿女总裁跟我扯星象？那又如何？我的钱我说了算。出去。扯什么水星逆行？我看他就是想白嫖我5年青春。忍住，跟5000万比，水星算个屁。银河系逆行我也等，明天换黄道吉日再来。苏总，水星逆行结束了，10份协议全是进口，80克道林纸，您随便挑一份签字。字是你打的，纸是你买的，笔也是你准备的。对啊，贴心吧？赶紧签。离婚是2个人的事，协议要共同起草，逐条商议。你单方面逼我签字，是不尊重我，更不尊重我们这5年。
从今天起，每天晚上抽1个小时，我们一起商讨离婚协议的条款。少1分钟，我会不签字的。啥？开会？咱俩除了那5000万，还有啥可商讨的？不想商讨那5000万的尾款。商讨，必须，深刻商讨。苏总，您说今晚咱们先商讨哪一页？第一天聊锅碗瓢盆归谁，第2天连马桶刷都要分，这到底是离婚还是分家？第1条，财产分割。市中心的3套大平层，5辆超跑，都是婚内增值部分，你挑一半。打住！老子净身出户，1毛钱都不要你的，我只要我那5000万。不行，这是合法权益，你不拿，协议没法往下推。第2条，苗苗的抚养权归我，但为了孩子的心理健康，你每周至少探视3天，节假日必须全天陪伴。1周7天，我3天好这儿，我还怎么回村煲鱼塘？拿胶水把我焊死在苏家得了。第3条，关于离婚后家里的猫归谁养？猫？哪来的猫？5年了，你家连根猫毛都没有。苏婉婉，你为了赖账开始虚构生物了是吧？猫可以，以后再分。既然你这么急着划清界限，作为我吃了5年的专属厨师，先把这份竞业限制协议签了。离婚后终身禁止做西红柿炒蛋，这也算你的核心机密。禁止在朋友圈发布任何美食的照片。违者封号，方圆500公里禁止给除你之外的任何雌性做饭，连村口的母猪都不行。违约金10个亿，你抢银行啊！钱多，那你可以不签。只不过那5000万尾款，你那土味老家要是离得太近，我劝你还是乖乖留下，给我当一辈子专属厨子。500公里是吧？苏总，你这10个亿的算盘崩了，老子要回的村儿刚好离你这儿501公里，我就是天天在村口给母猪办满汉全席，你也管不着。那，你们要我签一下合约，这字，老子今天签定了。字签完了，拿钱。是吗？那可真是太巧了。巧什么巧，苏婉婉，你少在这儿装神弄鬼吓唬人。白纸黑字我已经签了，501公里就是501公里，今天就是01公里。今天就是把玉皇大帝似的傻儿逆请下来，你也得乖乖给我把5000万打过来。我刚才觉得巧，是因为你不仅地理不好，连村里的情报网也不怎么灵通。你最近是不是把你们卧龙村生产队的微信群给屏蔽了？老子都要成千万富翁了，谁还看村里的破群啊？怎么了？
村里的母猪难产了，要我回去接生。为了响应乡村振兴，上个月苏氏集团全资拿下了省级重点生态旅游项目，选址更好在你们卧龙村。为了配合规划，你们全村，包括你心心念念的鱼塘，已经被集体征用，在1周前就完成了全村的整体搬迁。整体搬迁？那我包鱼塘的宏图大业……鱼塘是小事，重点是为了风水好。新村子的安置点向着市中心的方向精准平移了1.5公里。恭喜你，杨先生。因为这次整村搬迁，你现在完美划入了500公里的禁业限制圈。你只要敢踏进新村子半步，10个亿的违约金立刻生效。你他妈为了坑老子，连我们全村都给挪了！你还是个人吗？我不会错了，行不行？回光协议。抗议无效，协议已生效。我撕了这破协议。回家去，把晚饭做。苗苗想吃你做的糖醋排骨。499.5公里，万恶的资本家！为了坑劳资那5000万，连他妈整个村都给我平移了。老子在这个糖醋排骨里给你加半罐子老陈醋，酸死你个女魔头！催什么催？报丧啊！You must be 养狗，先把刀放下，正式认识一下。我叫郝建，是婉婉的大学学长，刚从华尔街回来。这名字取得可真有特点。哦，郝建学长，幸会幸会，快坐快坐，喝点什么？龙井还是冰水？婉婉在书房加夜班呢，我这就去给您叫她。不必叫她了，我就是先来看看。另外，我这次回国就不走了，我和婉婉之间有些事，也该有个彻底的了断。我想你是个聪明的人，应该明白我的意思。白月光，那个传说中的正主终于回来了！救星啊！我的5000万和金业合约终于可以解套了！明白，我太明白了，郝先生，您真是个大好人啊！您放心，我这人极具职业道德，绝对不当你们的绊脚石。我这就给你腾地方。这是什么？家庭岗位交接手册 1.0 版。郝先生，既然您要接受我的老公兼奶爸岗位，咱必须交接清楚。啊？看这里，这是苗苗的食谱，胡萝卜必须雕成星星的形状，西兰花要摆成大树，否则她绝对不吃。还有37项过敏原清单。最重要的一点，苗苗睡觉有个习惯，必须有人给她模仿恐龙叫。啊！还得是霸王龙那种充满王霸之气。这个技巧有点难，我练了3个月，您可能需要点时间适应。等等，这些都是你每天在做的。爸爸，这个长得像沸羊羊的叔叔是谁啊？他是来当我的新爸爸的吗？对对对，这位好叔叔以后就负责给你做星星胡萝卜了。那新爸爸，你会一边倒立一边讲睡前故事吗？
你会电脑编程给我画可爱的小动物吗？你能保护我不被他小朋友欺负吗？当接盘侠？哦不，当爹不就得这样的吗？郝先生，您看您是现金还是扫码？我这就收拾铺盖走人，绝不打扰二位重温旧梦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报告苏总，我在给郝先生做钢琴培训，确保他无缝衔接我的老公兼奶爸工作。为了您的幸福，我这就要站好最后一班长。你的是合作再不般的长头，他们一蛋子不成我随访了。婉婉，我不是来。妈妈，这个飞扬扬叔叔连一边倒立一边讲故事都不会，他太笨了，退货吧。苗苗，别闹。养狗，你跟我进书房。外面那本交接手册是你做的，你就这么迫不及待的想给虚汉郝建腾位置？那当然，苏总，你白月光都回来了，我这个冒牌货，赶紧拿钱放我走。我这个冒牌货，难道还留在这儿当1000瓦的电灯泡吗？白月光？谁告诉你他是我白月光的？啊，不是吗？一个破产跑回国的捞男罢了，我会看上他？捞男？那你直接叫保安轰出去啊！扣着我干嘛？赶紧把5000万结了，咱们好聚好散啊！明面上撕破脸太麻烦，但如果有你这个合法丈夫出面恶心他，让他自己滚蛋，郝家连个屁都放不出来，你就是最好的挡箭牌。啊，大姐，我之前签的可是全职保姆加老公合同，现在你让我去当护花使者，这属于严重超纲的要命工伤，我不干了！虽然你丧心病狂把卧龙村平移到了499.5公里，老家我是回不去了，但我他妈可以买无座站票去502公里外的隔壁省鲍鱼塘啊！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？我今晚就收拾铺盖滚蛋！隔壁省？你忘了协议里的竞业范围是以苏氏集团总部为圆心的500公里。你想去的邻省云业市，离这直线距离482公里。你去哪儿包鱼塘？1个亿，合同续签到苗苗18岁。1个亿！苏总，您这是在看不起谁呢？区1个亿就想买断我的青春？那就是钱不够。2个亿。苏总，这真不是钱的事儿。对付郝建那种厚脸皮，这活儿他很难办啊。嫌难办？3个亿。哦不，我的意思是，为了保护苏总免受渣男骚扰，我养狗义不容辞。但我有个条件，我要双休，法定节假日3倍工资，还得给我配一辆专车买菜，油费公司全额报销。可以，这辆劳斯莱斯幻晴给你，另外加送我的副卡1张。老板大气，老板万岁！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外面姓郝的就交给我了。今晚就去把他的铺盖包扔出去，
婉婉，你终于要把这个粗人打发走了，以后有我在。叔叔，你是不是很穷啊？小朋友，叔叔刚从华尔街回来，很有钱的。你要什么玩具？叔叔明天带你去买好不好？我不信。刚才我在门口听到妈妈跟爸爸说，你是个破产回国的捞男。叔叔，捞男是什么意思啊？是因为你破产了，太穷了，所以要来我家锅里捞面条吃吗？可是我爸爸今天做的是糖醋排骨，没有面条给你捞哦，要吐。而且我刚才听到了，我妈妈刚花了3个亿才让我爸爸继续给我们家做饭，3个亿。叔叔，你既然破产了，肯定连3个亿都没有吧？那你怎么吃得起我家的排骨呢？你还是去别家捞面条吃吧。你居然让小孩子拿钱来侮辱我！你们一家子都掉进钱眼里了！就这心理素质，还学人家当反派呢。祖宗保佑，我养狗终于熬出头了。等合同到期，直接回村包100亩鱼塘。谁再敢使唤我，我就拿黑卡拍他脸。别拜了，再拜那几张纸也生不出小金人来。苏总，大半夜的你干嘛？查寝啊？我可没偷吃冰箱里的顶级和牛啊！祝天儿，这5年你把苗苗照顾得很好。今天苗苗把郝兆期走的时候，这个家其实我心里是感激你的，可能早就习惯你的身边。只要你不走，这个家里永远有你的一半。救命！他刚才说有一半是我的，不对，他的意思分明是想吞了我的血汗钱。一半，苏总使不得啊！咱们虽然刚续签了假老公兼全职党出手的升级版合同，但那也是卖艺不卖身的啊！大半夜穿成这样跑进我房间，还跟我谈什么感情？你是不是想对我用美人计，想把生米煮成熟饭，然后把我这3个亿的血汗钱变成婚后共同财产，最后再让我净身出户？你想都别想，这钱是我的命！养狗，你的脑子如果不用，明天我就把它和排骨一起炖了。我如果真想睡你，还用得着花3个亿？我去，我妈非让我见的极品相亲女，不仅让我干等了4个小时，喝醉了还对我甩脸子，大半夜打电话催命啊！让你等4小时，还给你甩脸子，拿着我的3个亿，大半夜跟这种女人聊相亲。喂，养狗，你下午的道歉微信我看了，但你今天相亲提前走人，真的很下头。转我5200，买个包当精神补偿，我就勉强再给你一次请我吃饭的机会。我没想买冤枉啊！我不是说让你买，我是说让你转账给我。我哪有那么多钱啊？我这还在陪别人呢。买包可以，但在那之前先算算你欠他的钱。我有你是我气，只要你再跟我爸的数呢。你谁呀，养狗？你个穷保姆还敢脚踏2只船？我刚花3亿买断了他的时间。时薪2500，你让他干等4小时，加上你撒酒疯的精损失费，抹个零，先转10万过来，我再考虑让他理你。神经病，3个亿，他一个没房没车的穷保姆，你装什么霸总？没房没车，他现在出门劳斯莱斯，刷的是不限额黑卡，而你只配大半夜死皮赖脸讨要一个5000块的破包。你放屁！养狗，拿了我的钱就是我的人，我苏婉婉的人从头到脚都必须是顶配，
明天跟我去苏氏商场，把你这身破烂全换了。以后要是再敢穿着我买的衣服，背着我去见那种上不了台面的人，我就把你和那辆劳斯莱斯一起扔进江里喂鱼。听懂了吗？听懂了，老板，以后坚决贯彻合同精神，只听您一个人的。你当然得听我的，因为你本来就是我的人。真爽啊，这免费的水就是比外面的甜。跨国会议，好，我马上连线处理。杨狗，你在这坐着，别乱跑。慧姐去拿你要的尺码了，我5分钟后回来。亲爱的，人家就想要穿那款限量款包嘛。昨天被一个相亲的人气死了，你都不安慰人家。哟，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那个连5000块包都舍不得买，还找人在电话里装腔作势的养狗吗？怎么，昨晚吹牛说睡定制高端床垫，今天就跑来苏氏高奢区蹭免费空调和气泡水了？这种地方也是你这种人配进来的？大姐，你眼线画歪了。还有，这是公共休息区，我怎么就不能做了？倒是你，这身湿衣服 logo 比脸都大，慧姐没拦你。石总，您和嫂子的冰咖啡我买来了。那个苏氏夏季度外包项目，您看能不能多考虑一下我们公司？这项目要是成不了，我公司真的要破产了。哼，好说好说，等我们逛完街再谈。石总，您别理这个人，他就是个给人当全职保姆的，满嘴谎话。石总，您可是苏氏集团的高管，让这种人跟您待在同一个休息区，简直是拉低了您的身份啊！亲爱的，你看他那个样子，拉低了整个商场的档次。你赶紧让人把他赶出去嘛！看着他，我都没心情买包了。哼，一个无关人员也敢在苏氏的地盘上撒野，真以为这是收容所吗？保安，保安呐！你们是干什么吃的？立刻把这个人给我请出去，列入商场黑名单。我倒要看看，今天谁敢动我的人。苏总好，苏总，您怎么亲自来视察了？我刚才不知道他是您的人啊。苏总，是他，是郝建故意误导我。他说这位先生是招摇撞骗的，我是为了维护商场声誉才被他当枪使的。婉婉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只觉得他配不上你。连一条疯狗的谎话都能信，你这脑子也配做苏氏高管的位置？史耀前，你被解雇了，我会通知法务部和审计部彻查你的账，少1分钱，你就准备踩缝纫机钱度过余生吧。你是不可能！他刚才是，他不是没房没车的普通人吗？怎么可能？看清楚了，这家商场是苏氏集团的全资产业，而他是我苏婉婉花了3个亿签下的人。你一个靠着别人混进这里的人，也配在这里对他指手画脚？你连给他提鞋都不配。郝建，借我的人来咬我的人，你这点在华尔街玩剩下的伎俩，真以为我看不出来？你求着华尔街都要的外包项目，整个苏氏不会给你一丝机会。88万，老板，
这衣服是金丝软甲还是能防弹啊？就这几块布，都能在我老家买2套房了。苏总商量个事儿呗，这88万咱别让外人赚了，你折现给我50万就行。今晚晚宴我就是披个编织袋，也绝对给你走出巴黎时装周的霸总气号。咱俩3-7分账。今天你要么自己换上，走着去晚宴，要么我让保镖给你套上，把你抬进晚宴，自己选。我自己来，老板破费，老板大气。老板，这领带让我喘不过气了，还有这皮鞋硬邦邦的，哪有我的布鞋好穿？要不我还是……闭嘴！从现在到晚会结束，你敢把这身行头弄丢一点，我就从你那3个亿里扣。记住，今晚你是苏氏集团董事长的先生，拿出点气场来，别给我丢人。为了3个亿，拼了！郝先生，听说今晚苏董会带着先生出席，请问您子有什么期待吗？期待谈不上，只是提醒大家别被表面功夫骗了。有些人就算穿上西装，也改不了骨子里的底色。就是一个连5000块的包都舍不得买的人，估计今晚连刀叉都不会用。大家等着看笑话吧。底色确实改不了。比如有些人就算穿了西装，也掩盖不住那股破产投机的浮躁气。大家看清楚，苏婉诗是假结婚，她找了个乡下保姆，演了5年戏，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骗取集团控制权。苏婉婉，你用虚假婚姻欺骗董事会，骗取董事长任职资格，你不配坐这个位置。我们要求你立刻辞职，接受集团内部调查。苏婉婉要是下台，老子的3个亿就打水漂了。为了鱼塘，拼了！没错，这协议是真的，我认。但这根本不是假结婚，这叫婚内资产隔离协议。苏总作为千亿总裁，为了给我们的女儿一个家，又防着我以后变心，分走苏氏1半的股份，他掏出自己的私房钱，彻底买断了我的家产分割权。各位董事，苏总上任5年，苏氏市值翻了3倍，他的个人安排没花公司1分钱，反而保住了集团绝对的股权安全，何来欺骗一说？这老公不仅不要股份，还拿底薪干活，这他妈是极品护城河啊！倒是你拿着偷来的私人协议在这造谣，一个破产老赖干扰上市公司，根本就是想做空苏氏股价，抢全体股东的钱，敢动我们的钱！保安把他给我按住，立刻让法务查他有没有买跌苏氏股票，让他将牢底坐穿。郝纯，跑什么？你费尽心思跟他结盟，想踩着我们上位，结果就找了个破产老赖当靠山。他许诺给你的出场费，是用透支的信用卡给你打的欠条吗？都是他逼我的！你个骗子！你说你是华尔街精英，说只要我配合你红毯上羞辱他们，你就给我50万酬劳。你连这身西装都是借我的钱去租的，没钱你装什么大尾巴狼？把我的钱还给我！闭嘴！要不是你贪财，会跟我合作。郝纯，保安，把这2个垃圾扔出去。至于董事会，明天回公司慢慢算。苏总，刚才为了护盘，我脑细胞死了好几亿。那个今晚这波神级公关，能不能稍微加点年终奖？最好别像家电一样打白条啊！苏婉潇，养狗，你们给我等着！我一定能找到你们假结婚的铁证，我让你们身败名裂！养狗，今晚谢谢你。要不是你挡在我前面，苏氏集团可能真的要易主了。我一直以为她只是个见钱眼开的保姆，但今晚而在挡在所有人面前护着我的那一刻，我竟然觉得，如果这不仅仅是一场交易，该有多好。老板，既然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，咱们趁热打铁把账结一下吧。
晚宴舞台救场公关费20万，威社元老股东股权，护城河搭建费500万。最关键的是，为了立稳你恩爱夫妻的人设，我牺牲了自己的清白名声。唉，这笔青春损失费给你打个8折，抹个零，总计888万。苏总，您看是扫码还是刷卡？拿去。闭嘴，别逼我把你从车上踹下去。好嘞，老板大气。爸爸妈妈回来了啦！奶奶刚才给我打电话说，你们两个在外面大出风头，都上江城的热搜啦。苗苗，小孩子别管大人的事，快去睡。奶奶还说了，今天爸爸超级凶的保护了妈妈，这就叫患难见真情。奶奶说，她早就看出来你们互相喜欢了，只要你们感情好，苗苗很快就会有弟弟了，对不对？我操，这货超纲了。但是如果你们是真的相爱，为什么爸爸每天都睡在1楼客房？电视里感情好的爸爸妈妈都是睡一张床的，你们是不是在骗苗苗？不是的，苗苗，爸爸他晚上打呼噜。我不听，我不听！奶奶说了，如果你们今天晚上不睡在同一个房间，就说明你们真的是假结婚。那苗苗明天就打包行李，离家出宫去跟奶奶住。爸爸今晚必须和妈妈睡，明天早上我要亲自检查。晚安。老板，我先声明，刚才那888万只包含了公关费，那3个亿的协议里也没写要提供别的服务。你想都别想，我可是个有原则的人，加钱也不卖声。养狗，你想太多了。就算全天下的男人都死光了，我也对你没兴趣。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在沙发上坐一晚上，敢打呼噜扣你100万。养狗，你手里那几条限量版高定丝巾，加起来够你在老家县城全款买套房了。你居然拿它们当麻绳打死结！老板，格局打开。相比于我的清白，区区一套房的布条算什么？既然被迫同住，为了捍卫我的清白，咱们规矩得定好，明码标价。越过这条分界线，罚款10万；碰到我，50万。要是你半夜把持不住，100万起步，而且我不一定卖，得看心情。你就是倒贴我1000万，我也不会越线半毫米。赶紧睡，闭嘴！这是明天怼元老罢免提案的关键证据，绝对不能出岔子。完了，如果现在叫醒这个财迷，他绝对会趁火打劫，要个几10万的深夜惊吓费。这混蛋居然还有腹肌！苏总，午夜非法越界，罚款10万；被窝内发生蓄意肢体接触，罚款50万，总计60万。你是现在扫码，还是明早我去财务部走特批？我特批你大爷！养狗，你给我滚去睡地板！
苏总暴击合法丈夫了，杀猪般的我了！这算严重工伤，得加钱，最少再加50万。别傻乐了，今天上午有高层董事会，你作为我恩爱的丈夫，必须全程陪同。出场费1小时10万。老板大气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先别急着谢，从踏进苏氏大楼那一刻起，你必须扮演一个绝对服从、毫无存在感的满分保镖兼赘婿。给我听好规矩：第一，走路必须落后我半步，超前或掉队罚款10万。第二，没有我的眼神允许，多说1个字，罚款20万。第三，视线敢离开我超过3秒，去乱看前台，罚款50万。这他妈哪里是去赚出场费，这简直是去暴击呀！天哪，苏总的老公气场太可怕了，简直像个冷血杀手。不能看，前台妹子看都不能看，看一下50万就没了，我的眼睛好酸。苏婉婉，你最近的决策给公司造成了极大动荡，今天必须启动罢免程序。罢免我？大屏幕上的这些假账记录，还有你们跟郝建私下多家勾结中饱私囊的流水证据，各位董事，不如先向法务部解释一下。你这个黄毛丫头，竟然敢阴我们！老东西，你指谁呢？哼，你扯皮呀！就你那做假账的智商，我回村拿大粪浇出来的地瓜都比你聪明。吃里扒外的老狐狸！保安呢？你我狐狸，把这几个老狐狸给我插出去，马上送到法务部。放开我！10万加30万加50万，你今天一共面临90万的罚款。扣掉你今天应该拿到的30万出场费，90万减30万，你现在倒欠我60万。真巧啊，这笔违约金刚好是你昨晚趁火打劫敲我的数目。养狗，我的午饭呢？报告苏总，咱们的合同里写的清清楚楚，保姆职责仅限家庭1日3餐。我现在人在公司，属于外派陪同人员，没义务管饭。这是我自己那份儿。哼，长本事了。行，我不吃，你给我滚出去吃。那不行，苏总，您上午刚定的规矩，在公司距离您超过1米扣10万。为了保住我那点可怜的窝囊费，我只能在这儿一边闻着排骨香，一边陪着您饿肚子了。苏总，这种胃痛碰瓷的手法太老套了啊！你又想坑我钱是不是？你
真打算为了那点报表把命搭下去？要抽屉里，别碰我！苏总，空腹吃药等于自杀。顶级私厨定制红烧排骨配温水，救急套餐价20万，买不买？买！这20万，你最好祈祷撑不死你！你干什么？还不准备放过我吗？别动！魏寒还敢空腹喝冰美式，你这总裁是打算当到病床上去吗？这个见钱眼开的混蛋，好像并不是那么一无是处。养狗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们可以……苏总，痛感消失了吧？咱们结下账，排骨救急套餐20万，再加上我这套祖传止疼推拿，单次服务费40万。养狗，你给我滚去！财务部领死！老板，气大伤胃，再按一次得收100万了，记得转账啊！擦一个花瓶100，今天已经赚400了，离我的鱼塘又近了一步。养狗，过来，帮我把背后的拉链拉上去，食物费1万。1万。好嘞，老板，为您效劳。老板，你大晚上穿成这样，这是要去哪儿？城南项目的几个老投资商今晚做了个私人酒局，我必须亲自去把最后的合同敲定。不行，你绝对不能去！你发什么疯？为什么？我说不行就不行。你要是穿成这样去陪那帮老狐狸喝酒，万一被占了便宜，传出丑闻，董事会那帮老家伙绝对会借机罢免你。你要是破产了，我那3个亿的尾款找谁结？我绝不能让我的专属提款机冒这种险。杨先生的意思是，这价值几十亿的酒局我不去了，那公司的损失你来赔？为了保护我的神圣财产，今晚这场酒局我必须以私人保镖兼专属代驾的身份全程陪同。拉链服务费1万，加上今晚的顶级护膝防骚扰套餐，打包价50万。先扫码后上车。今晚谁敢多看你一眼，我直接就把瓶子砸他头上。哼，50万转过去了，去换身人模狗样的西装，5分钟后车库见。今晚你要是不能那些投资人喝趴下，我扣光你所有的钱。老板放心，今晚我就是江城酒桌上最能喝的活阎王，谁敢劝你酒，我让他竖着进来，横着出去。老板，这西装太紧了，严重影响我待会儿掀桌子的发挥。而且这衣服要是沾上韭菜，干洗费你得给我报销啊！闭嘴，待会儿进去少说话，拿出你江城活阎王的气势来镇场子。苏总，城南那个项目想签可以，把这杯干了，我立刻签字。王总，我今天身体不适。王总，我老板的胃是千亿集团的核心资产，这酒我替他喝。一杯不够诚意，我把这3瓶全干了，现在就签字，敢不敢？哼，行，你个破保镖，要是真有这命喝完，老子马上签。行，你有种，谁喝不完，谁是孙子！哎呦，这酒后劲儿太大了，
老板，我头晕犯恶心，快扶我！这小子绝对到极限了，趁他醉，要他命！杨兄弟，别急着走啊，哥几个还没敬你呢。来，一人敬你一杯。别，几位总，我真喝不下了。除非加点医药费，10万块钱一杯，钱到位，我拼了命也陪你们喝。10万就10万。好，各位老总敞亮，扫码，先付钱后干杯，谁喝不完，谁是孙子。微信收款10万元。扎西，我特么绝对是脑子进水了，花10万块钱买杯酒硬灌自己。王总，给你8个大嘴巴子，滚！哎，扫歪了！就你们这点酒量还混商战？赶紧把剩下的30万结了再睡。老板，合同拿下了，武力震慑也到位了，这笔私人安保出场费打个8折，收你10万，一码归一码。扫你大爷！给你8个大嘴巴子，滚！苏总，昨晚那一踩成了铁拐李，医疗费、精神损失费加丧失劳动能力补偿，一口价50万。不扫码我就在这儿碰瓷儿，谁也别想出门。郝总，6年前帝豪酒店8806房间门口的绝版监控，50万，概不还价。好啊，我就说那个苏苗苗她怎么可能是领养？原来当年药效发作，苏婉婉竟然随便拉了个陌生人进房间。现在居然还花3个亿找养狗那个傻子当接盘股，掩人耳目。今晚的苏氏10周年庆典，咱们就用这个视频送他一份身败名裂的大劳。一口下去几10块，不吃白不吃，反正不用花钱，4舍5入等于赚了。苏总，致辞就不必了。你这个欺世暴民、私生活混乱的骗子，根本不配代表苏氏集团。各位媒体朋友，你们以为苏婉婉是冰清玉洁的完美总裁？这个土包子是她的恩爱老公，全是假的，他们早就协议离婚了。那个姓杨的，就是他花钱雇来的接盘侠，为了掩盖他6年前在帝豪酒店乱搞，生下私生女的惊天丑闻。伤风败俗，苏婉婉，你必须立刻引咎辞职，滚出苏氏！
该来的终于来了。养狗，你头顶的帽子都反光了，你居然还在吃龙虾，还不赶紧滚出苏家！我操！那特那么不是老子6年前喝醉那次吗？好啊！原来当年那个睡完就跑，留250块钱侮辱我的女流氓，竟然是你！郝建，你是不是瞎？你给我睁大眼放大看看，这视频里的男人就是老子！什么叫乱搞男女关系？苏苗苗就是我们爱情的结晶。我们5年前不领结婚证，是因为我那时候刚创业失败，不想让她受委屈。对外说领养是想保护女儿。我们是合法夫妻。你拿我们2口子6年前的私密视频当丑闻，你是不是嫉妒我们一家3口的好日子？放屁！你们明明签的是保姆雇佣协议。哼，夫妻之间签个家务分工协议也叫雇佣，我老婆心疼我发点零花钱也叫雇人。没谈过恋爱，就别在这丢人现眼。保安，把这个破坏家庭的神经病给我插出去！杨哥，老婆，场子我给你镇住了，等回了家，咱们好好算算6年前那笔250块钱的糊涂账。郝建那帮人已经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代价，现在该算算咱们俩6年前的旧账了。你当初在床头留250块钱什么意思？是想骂我250，还是觉得我就值这个价？你还有脸问？当年郝杰设局害我，走廊里全是狗仔，我为了躲避，拉你进房间当掩体，结果你倒好，半醉半醒的，每10分钟就闹着要开门出去找同学，喊得整层楼都能听见。我浑身发软，拦不住你，只能拿身上仅有的250现金哄你。你闹一次我就塞10块，足足塞了25次，你才肯老实睡觉。你现在跟我委屈什么？25次，一次10块，合着那250块是我自己半醉着接单赚的辛苦钱。等等，就算我拿了你的钱，你也不能毁我清白啊！你以为我想啊？郝建的人撤了之后，我正准备走，结果药的后劲儿彻底上来了，意识直接散了。我倒在床上，把你当成了唯一的解药。第2天，我怕郝杰顺着线索查到你，只能留钱走人。 6年前，5周岁。苏婉婉，你别告诉我，那个天天拔我腿毛、骑在我脖子上作威作福的小丫头子，根本不是你领养的，而是那天晚上……
脑子终于转过弯了，我还以为你要拿着计算器算一辈子那250块钱的接单费呢。我不信，既然是我亲闺女，你5年前找到我的时候为什么不直说？你肯定是看我5000万的合同到期了，不想给钱，故意编个女儿来套牢我，顺便赖掉那3个亿的尾款。不信是吧？这是5年前我翻遍了整个江城，找到你后，偷偷用你的头发去做的亲子鉴定，基因匹配度高达99.99%。至于为什么不直说，当时我刚接手苏氏，郝建和那帮元老天天盯着我，我要是敢公开有个非婚生女儿，他们第一个就会拿苗苗开刀，甚至会拿你来威胁我。我砸5000万让你签那份保姆合同，不是雇你当保姆，是只有这个名头才能让你名正言顺的待在苗苗身边，待在我能护得到的地方。所以你故意扣着我5000万不给，又拿3个亿的续签合同骗我签到苗苗18岁，就是为了留我。谁要骗你？合同上白纸黑字日写的清清楚楚，等苗苗18岁时全额兑现。而且养狗，咱们俩是领了证的合法夫妻，这3个亿是婚内夫妻共同财产，你从我左口袋拿出来，还得放进咱们家的右口袋，你这辈子别想拿1分钱跑路了。共同财产，左口袋进右口袋。我以为我在薅女总裁的羊毛，搞了半天，老子才是那只被连根拔起的野生韭菜！你个黑心资本家，这是诈骗，这是无期徒刑啊！还我血汗钱！爸爸不哭，妈妈说你以后再也不会跑了，会一直陪着苗苗和妈妈。这是我给爸爸的零花钱。爸爸，我早就知道你是我亲爸爸了。妈妈的手机里全是你的照片。我算计了一辈子，最后居然给你们娘俩白打了一辈子工，造孽呀！不过看在苗苗的份上，这无期徒刑我认了。但苏婉婉，明天这个早饭必须给我加2煎蛋，每个月再加5000块零花钱，这可是我合法的婚内劳务津贴，少1分都不行。